人总是要面对生老病死，这是不可抗拒的，这是谁也无法逃避的问题。那么什么是疾病呢？应该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生病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通常的理解就是身体不舒服了，难受就是生病了。但如果有人跟你说天下无病，疾病只不过是一个假象，你会怎么想呢？你恐怕会说这话的人简直就是胡说八道。那么如果您听完我今天所说的内容，相信一定会改变你对疾病的认知，也许你就会找到疾病的根源，你这一生就会远离疾病，少生病。所以请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地聆听。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不在医院，而在于你自己。同样，这个世界上治疗疾病最好的药也不在医院，而在于你身体的里面。因为一个人怎么去处事，身体就会怎么去表现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疾病的来路就是去路。其实病是人最好的朋友之一，因为它告诉了你的生活出现了问题。如果你听他的，然后去改正，那他自然就会走掉。所有的病只是一个名字，但我们不知道它实际是什么。比如说你受了风寒，他就会用咳嗽或者是鼻涕来告诉你。吃了不新鲜不卫生的东西之后，就会用拉肚子来告诉你。如果他不告诉我们，那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什么事情。所以病并不是敌人，而是善意的提醒。我们应该感谢疾病，而不是痛恨它。有人从小身体不好，然后去学武术强身健体，最后变得他比别人都健康。有人呢，恶抽烟喝酒，熬夜唱歌，天天大吃大喝，然后就生病了，就去医院开了一大堆药去吃。表面上看他是在治病，其实都是在治标不治本。第二，自己是最好的医生。有时你不需要医生。有个病人最近压力比较大，晚上的应酬也比较多，那么血压很快就升高了。其实他只要把生活方式改过来就没事，只要改变这种不好的生活方式，血压自然就会降下来，不必去找医生，因为自己就是最好的医生。如果身体没有好的习惯，医生也没有办法。疾病不一定是坏事，不同的症状有不同的原因，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原因，找到问题的根源。改变生活方式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不改变生活习惯，这个病永远也治不好。那么在中医的理念里，重要的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，怎么去看待人生。当你想问题的方式改变了，心态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，很多精神层面的病就不见了，这也是心理层面的问题。而大部分形体方面的病都是不良生活习惯所造成的，而医疗模式是为了弥补前面两者之间的不足而存在的。如果前面两个都做得很好了，那么这个就显得很轻松。第三，和谐平衡才是最佳的状态。什么叫养生？养生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。人的健康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。医生的作用其实就是引导病人朝着好的状态方向去走。
让身体回到和谐的状态，这样病人就能够自己恢复了。所以在一个真正中医眼里，没有病这个概念，所有的病都只是每个人身体内部各种不和谐和不平衡。那么医生和患者的努力方向就是要调整这些不和谐和不平衡。真正把病治好的不是你对面坐的这位老中医，不是他用他的那个针，也不是他的按摩手法，更不是我们吃的那碗汤药，而是我们自己。药王孙思邈给所有的人看病，首先呢是看病人的状态，是高兴啊还是伤心，根据不同的状态进行处理。然后呢再问病人的生活方式，看看有没有不好的生活习惯，再去让他建立健康的节奏和习惯。如果还不行，他就会给病人一些食疗的方法，再不行再做按摩引导，如果还不行就扎针，那么最后采用汤剂。所以说吃药是他最后采取的手段。第四，不要害怕疾病，是使人康复的非常重要的心法。很多癌症患者，他的病情的恶化是从他得知自己患癌之后才恶化的。其实有了癌症之后，医生总是喜欢强调最不好的结果，当患者听了之后就会害怕，就会担心，然后就真的加重病情了。由此可见，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从1950年开始，由于科学家对细胞化学知识有相当的认识，加上电子显微镜的发明，因此对细胞内部的结构与功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。从分子的角度来看待细胞的分子细胞学，终于在1965年后被发展了起来。这门学问一直沿用至今，这就是西方医学治病的依据。现代医学的思维依然是以归类症状、给予病名以及采用药物治疗为手段，来诊断与处理各种疾病的发生。病人的问题并没有经过系统性的全盘考虑，所以投予病人的用药是不精准的，也因此慢性病就变成无法逆转的疾病。如果每天所吃到肚里的药是全天然原料制成的，就算是终生服用也是不成问题的。坏就坏在治疗疾病的药物是非天然的，是化学合成的，是有副作用的，有毒性的，对人体有潜在伤害，而持续性的使用还会引发其他不可预知的疾病。与古典的牛顿力学截然不同的新科学，也就是现代的主流科学量子力学，推翻了古典力学很多的说法。虽然量子力学已有上百年的历史，公元1900年12月14日是量子的诞生日，人人都应该了解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真正了解现代科学的人微乎其微。要是你到医院去问医生什么是量子力学，相信他也答不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医学与近代科学几乎完全脱钩。可喜的是，量子医学诞生了，正在向传统医学发起颠覆性的挑战。那么，根基于现代科学之量子力学的量子医学是什么样的医学呢？首先，它不再局限在分子细胞的狭窄领域内，而是将细胞分为两大类：分子细胞及量子细胞。
分子细胞内的粒线体所产生的能量称之为能量 energy， 而量子细胞所产生的能量称之为微能量 subtle energy。 粒线体产生的能量，那么粒线体的能量哪里来呢？它来自于微能量。微能量比能量还要来得精致和巨大。那么微能量是什么呢？它是怎样产生的呢？微能量是由意识 consciousness 所产生的，仅如此，微能量也是由意识组合而成的。可以说，微能量就是意识，意识即微能量，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意识会影响微能量的变化，而微能量的变化也会影响我们的意识。因此，意识也在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。意识是什么？意识是你脑中所想的东西。比如说，你看到眼前有一盘刚上桌的龙虾色拉，你的脑中立刻出现想吃的念头。可医生告诉你，吃带壳的海鲜会使你过敏，嘱咐你不要吃。于是你会处于一种要吃与不吃的挣扎情境当中。为了健康，最后你决定不吃，这就是意识所做的选择。为什么意识能做出这项选择呢？因为意识有自由意志，它可以选择它所要的。那么自由意志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自由意志来自于最纯净的爱。每一个人的内在都拥有那出自于源头最纯净无条件的爱。爱在每一个人身上，有些人将它展现出来，有些人将它隐藏起来。爱是最伟大的疗愈力量，因为爱是量子细胞的粮食。量子细胞是由爱组合而成的，分子细胞是由量子细胞包裹起来的。这包裹起来的层次在科学上称之为量子场，此量子场也可以称它为微能量场。那么量子细胞如何影响分子细胞呢？它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联呢？ DNA 暗藏玄机。首先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DNA。DNA 的主要功能是储存信息，组成遗传指令，引导生物生长、发育以及生命体的机能运作。多年以来，科学家认为只有 10% 的 DNA 是有用途的，而其他 90% 都是垃圾 DNA， 是多余的，没有任何用处。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结构都有它的特殊意义及特定用途，我们所不知道用途的某些结构并非没用，只是当代科学家还没有能力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而已。所以随意把以为不重要的器官割除，这种做法会影响身体正常的运作，就像飞机少装一个螺丝都有可能会出事一样。身体的运作必须靠整体各个部门的协调才能达成的， DNA 也是如此。根据最新的生物物理学及分子生物研究得知，有 7% 的有用 DNA 是在之前以为的垃圾 DNA 里找到的。这 7% 的 DNA 就像因特网一样，是个巨大的信息联络系统，它比任何的人工智能还有智能。现在我们把之前的 10% 与新发现的 7% 加起来，总共也不过 17% 而已。那么还有其他 83% 的 DNA 是什么呢？它们有什么功能与用途呢？
俄国科学家已证实，借由语言及特定频率可以改变 DNA 程序的执行，而不需要去改变或替换 DNA 的结构。其实 DNA 的组成与宇宙的组成是一样的，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宇宙的翻版。我们目前所认知的宇宙只占全部宇宙的 5%， 25% 是暗物质， 70% 是暗能量。 DNA 共有7段执行单位。第一段，生存 DNA。 这一段 DNA 所储存的信息是怎么活下去，生存是它所要执行的首要任务。身体会用各种方法让自己存活下去，本身也有自己的一套自我修护的免疫系统，因此它的结构与运作其实是很完美的。身体本身并不会产生疾病，疾病与它是无缘的，这与一般人的认知有极大的差异。你说身体本身不生病，可是身体是会生病的，不是吗？那么身体为什么会生病呢？身体会生病是因为一个人的意识生了病才创造出来的。身体借由疾病来传达一个讯息，它想告诉你，你的生活与想法要改变了。生存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，细菌及病毒内的此段 DNA 也特别发达，尤其活跃的状态可见一斑。医学认为，病毒进入人体必须依附人体内的细胞才能存活，其实它不需靠人体也能生存，因为最近科学发现，它会吃在它周围的电子来存活。长期失业，3餐不继，活得很辛苦的人会影响这一段的 DNA， 从而产生各种大大小小的疾病。固定运动习惯及补充优质营养素对人体的运作非常重要，因为人体的机械运作机能是直接靠此段的 DNA 来执行的。第二段，情绪 DNA， 这包括一个人每日的情绪起伏变化、个性、性格、人格特质等。每一个人都有喜怒哀乐、七情六欲，它也是我们情绪的来源。有情绪是正常的，谁没有情绪呢？中医说人会生病的内在原因是喜、怒、忧、慈、悲、恐、惊造成的，这些都会影响这一段的 DNA。你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到此段的 DNA， 所以每天保持愉快的心情是很重要的。恶劣的情绪及压力会产生癌细胞的 DNA 执行程序，很多疾病的源头都是由此而来。情感性疾患是其典型的疾病，内心充满仇恨，不知感恩，加上整天在抱怨，而不去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每天给 DNA 这种讯息， DNA 当然会根据这些讯息去执行它所该执行的。所以疾病是来自于你给 DNA 什么讯息。心态决定一个人的成败与健康，积极肯定的信念是很重要的。慈悲与宽恕可以提升情感的质量，懂得放下，才能让我们更快乐、更健康。执着放不下的心，只会把我们困在一个狭窄的框框内。不执着将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，而关上心门，阳光永远也照射不进来。第三段，理性 DNA。 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说，人要有理性，科学就是理性的产物，
不合乎科学的就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。逻辑是理性的基础，大脑是执行的工具。死亡会打破大脑的理性思维。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的出生，但我们却看不见死后的生命，只知道留下一堆骨骸，活生生的生命消失了。生命到哪去了呢？你看不见，因此根据你的理性逻辑判断，你一定会死亡，这是100%可以确定的。不过这是一件令人很难接受的事，因为死亡否定了你的财富、你的权势、你的一切。我们对未知的事物会产生恐惧，这种恐惧会存入 DNA 的程序里，于是 DNA 就制造了各种恐惧的疾病。恐惧会影响这一段的 DNA 程序，于是身体就会出现由恐惧所产生的理性错乱。精神疾病是其典型的疾病。以上这3段的 DNA 是属于物质层面的 DNA， 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以分子 DNA 的形态呈现着，是分子细胞的 DNA 所储存的信息。这些信息有来自今生累积的，有来自于前一世的，也有来自于很多世以前的，它占了整个 DNA 的 5%。接下来的3段 DNA 是属于量子细胞的 DNA， 它占了整体 DNA 的 25%。第4段灵性 DNA， 它是由无数的多层色彩的光所组合而成的。放下大脑所想的，完全摆脱大脑的控制，也就是超越大脑，才能进入开启灵性 DNA。 由于大脑的胡思乱想，使我们看不到自己内在的本心，那个清净的心。放下对大脑的执着，不再被大脑所控制，那时你的意识会呈现对万事万物的彻底明白，它就是很多人常说的开悟状态。而放下才是开悟的前提。不管医学如何的先进，也不管一个人多么会保养，有一天他总会碰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死亡。然而分子细胞死亡时，也就是说肉体死亡时，一切就会结束了吗？当脑下垂体细胞内的 DNA 接收到分子细胞已老旧，无法修护，请各位在分子细胞外围以微能量场形态存在的量子细胞，请速离开此人所属的分子细胞。当量子细胞接收到这个信息后，就准备离开它所包裹的分子细胞，而与其他不可计数的量子细胞融合在一起，并聚集在脑下垂体的地方，然后离开由分子细胞所组合而成的肉体。这时分子细胞因失去了微能量的生命能量供给，死亡就发生了。而聚合在一起的量子细胞已不再具有细胞之形态，而以微能量体的形态显现出来。我们称这种微能量体为光体，也有人称它为灵魂、中阴身、星光体或精神体等各种名词。由量子细胞所组成的光体，在肉体死亡后依然存在着。它进入了量子的世界，一个多重宇宙空间的世界。不管任何人死亡后都会以量子态存在的，也不管你相不相信有那样的世界存在，你还是会进入那个世界。由于量子细胞是由意识所构成的，
因此死后你将保有一切的记忆，不会有任何的改变，甚至你可以扩大更多的记忆，因为你不仅仅拥有这一世的记忆而已。死亡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，它会一次又一次的发生，直到你找到了喜悦，进入了喜悦，最后成为了喜悦为止。平时能放下对金钱的执着，放下对权力的欲望，放下对爱情的纠缠，放下对生命的执着，都将使此段的 DNA 获得更多的微能量。而当微能量增强到一定的程度，这时它将蜕变成第5段的 DNA。 第5段存在 DNA。 精神的存在是一个已摆脱物质而以纯精神状态存在着，它是我们本来的真面目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你找不到物质的成分，不过当你要进入这种状态的存在，你必须借着分子层的这段 DNA 来启动它。这段 DNA 打开了一个世界，一个比你目前活着的世界还要更真实的世界。当一切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不存在之后，真实存在的世界才会显现。这一点对一般人而言是不大容易了解的，所以需要解释一下。当大脑这个器官死亡时，由大脑在死亡后所遗留下来的念头都将全部消失，这时被大脑所蒙蔽的意识才会破茧而出，此时的意识才是真正的你，而之前的你是不真实的存在。就好像木偶戏的木偶人并不是真正的我，而操纵那木偶的人才是真正的我。所以当肉体死亡时，也就是木偶死亡时，真正的我才会出现。这时的我不会对木偶的死亡感到难过及遗憾，因为木偶毕竟不是我。在存在里，你才能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你，你才会真正的知道快乐是什么，真正的幸福是什么，以及真正的活着是什么。第6段，是的 DNA， 是所有的一切，是包括他们所是的部分，也包括它所不是的部分，以及包括它所是及所不是之外的是的部分。它是整体，也是部分，因为整体与部分已不可分，所以它只是是。这段 DNA 是留给即将进入小涅槃的人所预备的，一般人是用不到的。用小涅槃这个词，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可以形容它，这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。现在开始，我们会越来越不容易去形容它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只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想深入的了解，可参考《大进化案》。生命是什么？相信你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。我们现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晚上你坐在公园椅子上，你看到了正在玩药的孩子，一对情人坐在不远的草地上，一对老夫妇手牵着手在散步。今晚天气很好，天空有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星星。突然有一只狗从你跟前跑过，穿过种满各种花草树木的园圃。这一切的一切看似自然的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你每晚都看得到。那么它跟你有什么密切关系？其实它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大秘密。如果你能真正体会到这个大秘密，你才会惊讶到，
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。没错，一切都是你。你是那位坐在公园椅子上的人，在玩耍的小孩也是你，那一对情人及老夫妇都是你。不用怀疑，小狗、花草树木，甚至天空中的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你。你是所有的一切，一切只是是，没有不是，是整体，是全部，没有一样的东西是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的，一切只有是。此段的 DNA 将为你启开这扇门。第7段，空无 DNA， 它占了70%的 DNA， 因为所有的 DNA 都是由它分化而来的。对空无你能说什么？任何的语言、文字及图像均无法描述它们，因为当你描述它时，它就不是它了。这是给即将成佛、成道、进入大涅槃时所需要启动的巨大能量的按钮。佛陀成佛、耶稣成道都需要这一段的 DNA 来执行，而当它执行时，肉体无法承受这巨大的能量，因此肉体的任何部分将随即的停止运作。死亡发生了，这个人永远不会再回到我们的世界来。所以那么多年了，佛陀转世回来了吗？耶稣有再来吗？为什么他们都不再回来呢？想一想，你是世界唯一的存在，你就是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是你。你要怎么回来？你要回来哪里？空无是一切生命的源头，空无以自身的爱，以光的形态投射并创造出所有的生命。每一个空无所创造出的生命皆具有与空无相同的内涵，就像细胞分裂一样。启动空无的 DNA 是在大脑松果体的细胞 DNA 里面。当它执行时，神经系统输送的血清素会产生离子化，此时组成血清素的原子会产生浓缩群聚的效应，而改变了物质的自然化学结构。一股电磁能量通过了血清素的分子，将其分子逆转，而产生巨大的能量。这时肉体再也无力承载这股能量，而化为空无。生命来自于爱，从细胞 DNA 的运作到宇宙星辰的运转，都是来自于空无的爱。地心引力是假象，一种非常真实的假象。天上的星星不掉下来是因为爱，爱是一切物理学的基础。明白了量子科学与意识的关系，就找到了产生疾病的根源。如果我们能维护好自己的微能量，你这一生就会远离疾病，少生病，尽管最终你还是会死。虽然建立成熟的量子医学体系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，但我们相信，当人类的医学建立在量子力学思维上的时候，人类将会迎来一个没有疾病的世界。那么以上我说的话，不知道您是否改变了对疾病的认知？仔细想一想，滴水成渊，积沙成塔，所有的病的发展都是有一个过程的，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。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毛病的时候，其实是在提醒你改变现在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而不是用单纯的药去把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压下去。
然后还依然保持着过去的那种不良的生活习惯，而我们应该做到的是，应该防患于未然，保持合理的饮食习惯，用积极的去锻炼身体，用乐观积极的心态去解决身边的这些问题，那么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健康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维护好我的微能量。愿你一生远离疾病，平安一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